柯文哲，你不是雍正，我不是吕四娘，无法一命抵一命的回击。面对柯文哲拥有8席的立委，又是台湾第3大党的党主席的提告，我早已卸甲归田，势单力薄，就只能以自杀式的回应，以死谢罪，让大家知道史上最大的政治诈骗犯柯文哲的真面目。2012年3月26号，时任凯校执行长的我打电话给柯文哲，因为我们要爬玉山，需要一个水队医生。我问他有没有兴趣来读凯校，他说：“哦，凯校哦，那个有人传给我，我把它删掉，你再传一次给我。”我电话挂掉，那扁办的秘书跟我讲：“你们要找柯文哲来读凯校？”我说：“对啊。”他说他晚上要来当医疗小组的召集人。当天晚上，阿扁医疗小组开会，我拿凯校的简章给他，邀请他来读凯校。那他说：“哦，这个我会报名，但要给我时间填写。”这个就是柯文哲弃医从政的起手式。柯文哲凯校读完，那就爆发了艾滋弃捐案。那我基于关心的立场，就打电话给他跟他约在这个台大医院的地下4楼见面，想要关心他是不是要帮他找律师团来帮他打官司。但他并没有跟我特别在讨论这个部分，他就跟我讲他最近去过延安，那讲得很兴奋。那没多久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们凯校有没有欠讲师？”我说：“没有。”那他说：“那你们凯校有没有欠优秀的讲师？”我说：“再看看。”他说：“你不知道我是国际级的优秀的讲师吗？”那我心里想说，我们凯校又不是在教医学的。然后他就把我留在他的那个电脑桌旁边，然后一起看他的简报。他说：“他是受到那个陈耀昌医师的影响，他想要谈台湾的过去、现在跟未来。”然后就跟我开始在探讨那个整个的内容。那他在这个课程里面，他最后有讲到一个部分是，他希望台湾能够当台湾人的台湾。刚好遇到洪仲丘事件，然后那他就这个站上洪仲丘的这个舞台，帮洪仲丘伸冤那当时就是一炮而红。当时在黄伟哲这个立委办公室的邱玉凯他就是洪仲丘那时候的重要的这个发言人。然后他就开始跟柯文哲做密切的接触，他们那时候就是一个汉草的组织，也就是他凯校的同学在周芳如他家，然后聚集这些各方人马素人的组织来帮他。因为318学运，那柯文哲是以这个医疗团的医师去关心，开始有各个直播风起云涌，然后分布在台湾的社群媒体。那柯文哲是很会运用这种社群媒体的人那他也在里面做了很多的这个就是直播有谈到人生的医学各个方面，然后分享他的生活，就是各项点点滴滴。那其实当时大家就蔚为风潮。2013年5月10号，柯文哲因为这个国科会的研究案被那个调查局约谈，那他就出来的时候就掉了一滴眼泪。然后后来就开始他有这个密集的演讲活动那有医界联盟跟汉草他们密切的在帮他安排各个演讲，然后全国性的演讲。那到2014年就是开始他就民进党开始有一些人也想要选这个台北市长那里面有顾立雄跟姚文智，然后他们就后来就研拟了一套方案，就是要这个就是先民进党自己先做民调，然后民调结束之后再跟柯文哲 PK 民调。2014年5月1号的时候，那政治现金才刚出来没多久，他就发现说这个
各个团体都给他一些账单。民进党初选还没有结束，他就已经负债700万。那我就跟他讲，700万还好啦，就认赔杀出哈。那我们想办法帮你募款，然后所以我才开始帮柯文哲比较密集性的做一些募款的活动。柯文哲说他是深绿的嘛，哈，然后又帮忙阿扁这个当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来照顾阿扁的医疗人权，哈，然后还有他能够就做了一些很多的事情哈，然后当时大家都让台派哈，让这个民进党各个派系的人都愿意支持他，出钱出力。没想到这个2014年他当选之后，这个2015年因为有双城论坛，他就密集的开始想要接触这个习近平的对口。那他就有一天他有借我们凯校的办公室，他说要见一个云林人。那当时我们就刚好是假日嘛，我还特别来办公室哈，然后那他跟那个云林人是单独在我们的贵宾室里面这个谈。那我们当时也不以为意，以为就只是聊一聊嘛，哈。那后来在最近去年的时候，这个1亿2000万豪宅爆发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乌钢大王哈，云林的乌钢大王，他这个廖万龙，他当时在这个厦门跟副市长习近平很熟。那习近平他上位之后，还有邀请廖万龙去跟他爬山，我才知道说哇，他真的有找到习近平的对口所以我在跟商界有人提到这个事的时候，商界有人说廖万龙小咖的啦他出手不是很大方真正大方的就是沈庆金的一个友人就是奥会主席吴金国他才是真正跟习近平的直接对口。2018沈庆金在这个他当选之后，这个双城论坛可以坐上主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帮他做了一个习近平的牵线的主要重要的人物。2024总统跟立委大选结束后，然后要面临2月1号的这个立法院长选举。我跟柯文哲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一直在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都是全力支持他，然后他跑来找我他希望我安排他见这个柯建铭总召那后来我也安排他们见面了，那他就讲说他有跟柯文哲讲说他要来见柯建铭总召然后那个柯总召就讲说你有跟他讲好，他讲说，那他说希望能够安排他们2位见面，然后要谈这个立法院院长选举的事。结束之后有一个礼拜6的下午，然后柯总召就一直打电话给我，然后跟我讲说这个赶快紧动来啦他当时跟我讲的原因是说，因为柯文哲会乱讲话，所以紧动来。我私下再去找柯总召的时候，柯总召说没激起韩国的啦。柯文哲1票2卖，他不是只是就是他已经答应了要支持韩国瑜。后来呢，他好像又不太甘心，因为韩国瑜以前是他的部属嘛，北农的总经理是他下面的部属。然后他也不太愿意给他就这么好而且我不晓得他为什么没有那么积极的支持他。后来他1票2卖嘛，然后希望能够支持，就又跟民进党这边来谈说要支持黄珊珊当院长，然后让蔡其当副院长。那可是民进党这边是没有接受他这样子的安排然后这个就破局。那可是这个当下这个事情结束之后，我们就想说难道票输人然后就是你这样就是票输人家，你就是输了嘛，大家也就认输然后也没想到这个后来整个宪政体制
因为在蓝白两党的这个就是合力下，这个让台湾的民主宪政这个倒退到40年之后，已经是在老立委时代才有举手表决的这种现象，居然在这个2024年在国会殿堂发生。民进党的立委还被打到这个流血，然后呕青眼会，然后住院，让我们很痛心。台湾的民主宪政在蓝白合作之下毁宪乱政。我们以前挺柯文哲是挺他清廉、公开透明，后来就看他一屁股烂账，然后这个金流乱七八糟，然后什么钱都拿，这个是我们要支持的柯文哲吗？柯文哲不止窃国，还卖国，让国家毁宪乱政，然后践踏司法，让我痛心至极。我很想以死谢罪，当然也是没什么办法啦，因为只能把这个柯文哲真实的面貌讲给大家听。